1955年，一位年轻的黑人女子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，这个看似普通的举动，却点燃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导火索。她就是罗莎·帕克斯。当警察威胁要逮捕她时，她平静地回答：“你可以这么做。”没有歇斯底里的喊叫，没有激烈的反抗，只有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坚定。在那个种族隔离的年代，罗莎的行为需要多大的勇气？面对可能失去工作、遭受暴力甚至丧命的风险，她依然选择站出来，不是因为她不懂得危险，而是因为她内心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驱使着她，一种对公正和尊严的渴望。后来有记者问她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，罗莎简单的回答：“我只是太累了，不是身体上的疲惫，而是对不公正的厌倦。”这种源自内心的力量，这种面对不公时的勇气，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使命感，正是灵性高的人所具备的特质。罗莎·帕克斯并非一时冲动，她早在事件发生前就参加了当地的民权组织，接受过非暴力抵抗的训练。他的行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，是内心纯粹的表达。他不是不懂得妥协的好处，只是他认为有些原则不值得他放弃。正如他后来所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想活得有尊严。”灵性高的人往往具有这样的特质，他们内心纯粹，行动勇敢，思想深邃，举止轻盈。他们不是不懂世俗的规则，而是选择遵循内心的指引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妥协的好处，而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。他们不是不明白随波逐流的便利，而是愿意为真理独自前行。我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经验，就是你不要辜负任何一个有灵性的人。这种人冥冥之中就是能把周围都带得更好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有灵性的呢？首先，灵性高的人内心纯粹，这种纯粹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世故，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。他们明白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弱点，但依然选择保持内心的清澈。就像甘地面对英国殖民者时，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。他完全可以号召民众进行暴力抵抗，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却更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。甘地曾说：“当我绝望时，我会想起历史的长河中，真理和爱总是战胜了。”这种对真理和爱的坚持，正是内心纯粹的表现。灵性高的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良，更准确地说是仁慈。他们看到世俗中那些庸庸碌碌、机关算尽的人，会由衷地感到怜悯，而不是嘲笑或鄙视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的公司在行业内小有名气。有一次，竞争对手通过不正当手段抢走了他的一个重要客户，朋友们都劝他采取报复措施，毕竟在商场上不还手就意味着软弱。但他只是笑笑说，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才能获得客户，其实挺可怜的。后来，那个客户因为竞争对手的服务问题，主动回来寻求合作。当我问他是否感到报复的快感时，他说：“不，我只是为客户感到高兴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合作伙伴。”这位企业家不是不懂商场的残酷，也不是没有能力反击，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应对方式。这就是灵性高的人的特点，他们不屑于通过那些歪门邪道的方式去获取利益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短期的利益根本不值得放弃内心的平静和尊严。灵性高的人与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有本质区别。自命清高的人往往身上会有一种求而不得的欲望，他们的清高是一种防御机制，是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掩饰。而有灵性的人，他们的驱动力是使命感，是对某种价值的坚持和追求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他们在物质生活中的欲望往往很低，但做起事情来却异常执着。想想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，在创办 SpaceX 之前，
他已经通过 PayPal 赚到了足够的钱，可以过上奢华的生活，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，致力于降低太空发射成本，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。当 SpaceX 连续3次发射失败，几乎破产时，马斯克没有放弃，而是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进行第4次尝试。这不是为了金钱或名誉，而是源于一种使命感，一种对人类未来的责任感。灵性高的人的成就往往不是通过所谓的成功学和技巧获得的，而是源于他们内心蕴藏的巨大能量。这种能量需要经过重大事件或磨练才能被激发出来，就像钻石需要在高压下形成一样。灵性高的人往往在逆境中展现出非凡的力量。第2个特征是勇敢。灵性高的人在危险和紧要关头会表现得异常坚强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敏锐而迅速，不会退缩或逃跑，甚至会表现得与平时判若两人。想想2009年，美国航空1549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因撞鸟导致双引擎失效，面对这种几乎必死的情况，机长切斯利·萨利文伯格在短短208秒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操作，最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哈德逊河上，拯救了155条生命。事后，萨利文伯格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当时他并没有感到恐惧，而是异常冷静，全神贯注于解决问题。这种在危机时刻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冷静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能够在危险面前保持清醒，做出最佳决策。相比之下，普通人往往相反，平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到了关键时刻却变得迟钝，甚至会不自觉地退缩。这不是他们的错，只是每个人的内在品质不同。灵性高的人在勇敢的同时又不是莽夫，他们往往具有很高的悟性。这种悟性不一定表现为智商上的聪明，而是思想的深度和洞察力。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通过一件事情洞察许多类似的情况，有一种一点就透的感觉。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他的数学能力其实并不特别出众，但他有着非凡的物理直觉和想象力。他能够通过简单的思想实验，洞察宇宙的本质规律。比如他想象自己骑在光束上会看到什么，由此推导出了相对论的基本原理。这种超越常规思维的能力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有灵性的人未必都爱读书，但他们从小就喜欢思考，尤其是那些形而上的问题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？人为什么会存在？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，却能引发他们深入的思考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从小学开始就经常问一些让老师头疼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要学习？知识的本质是什么？人为什么会有自我意识？这些问题在当时看来似乎无关紧要，但正是这种对本质问题的思考，让他在后来的人生中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质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第3个特征是轻快。当你观察灵性高的人走路或行动时，会发现他们的身体是向上的、轻盈的，而不是臃肿、沉重、有下坠感的。这不是指体重，而是一种精气神，一种内在的状态外化的表现。想想达赖喇嘛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，举止轻盈。即使在流亡的艰难岁月中，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轻松愉快的状态。这不是因为他没有烦恼，而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，能够将生活中的重负转化为成长的机会。灵性高的人面对那些身份更高、看起来更威严的人时，不会显得卑微渺小，因为他们本身的能量场就很高。威严在他们身上是能够被融通的，所以即使身份不对等，他们也能做到不卑不亢，甚至平等对话。想想尼尔森·曼德拉
在他被关押的27年里，他从未向狱警低头，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力量。当他最终获释并成为南非总统时，他没有选择报复那些曾经迫害他的人，而是选择了和解与宽恕。这种内在的力量和尊严，使他能够超越个人恩怨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灵性高的人通常不太合群，或者说很难被完全理解，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孤独。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善社交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往往与主流不同，很难找到真正理解自己的人。想想梵高，在他生前，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艺术，他的画作无人问津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，不断创作。他曾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宁愿死于激情，也不愿死于无聊。”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坚持，即使面对世人的不理解，也不改初心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其实孤独对你来说未必是坏事，因为这是在帮你自动过滤和筛选掉很多有杂气的人。真正能理解你、欣赏你的人，才是值得你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人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我遇到过这样一位朋友，他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，收入不高，也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，但每次和他交谈，都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能量，仿佛他的话语中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智慧。有一次，我们讨论人生的意义，大多数人都在谈论成功、财富、名誉，而他却说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获取什么，而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句话虽然简单，却让我思考了很久。后来我发现，他的学生们都特别尊敬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教得好，更是因为他以身作则，展示了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。这位朋友从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但他的生活却充满了丰富的精神内涵。他喜欢阅读、思考、写作，也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。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灵性高的人的特质：内心纯粹，思想深邃，举止轻盈，不随波逐流。还有一位朋友是一名医生，在一次突发的自然灾害中，他主动请缨前往灾区救援。当时条件艰苦，风险很高，但他毫不犹豫。在灾区，他连续工作72小时，几乎不眠不休。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拼命时，他说：“因为每1分钟的延误，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逝去。”这种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的勇气和担当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在危险面前能够超越自我，为更大的价值而行动。灵性高的人往往有一种特别的气场，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。他们说话不一定很多，但每句话都有分量。他们不一定很外向，但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人力量。他们不一定很成功，按照世俗的标准，但总能活出自己的价值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创办的公司虽然不大，但在行业内有很高的声誉。他的产品定价比竞争对手高20%，但客户依然趋之若鹜。当我问他秘诀是什么时，他说：“没有秘诀，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我们的产品确实比别人好，服务确实比别人周到，所以客户愿意付更多的钱。”这种简单直接的商业逻辑，在当今充满营销技巧和商业话术的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。他不是不懂那些高级的商业策略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路。这种对本心的坚持，对价值的追求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灵性高的人往往能够在平凡中看到不平凡，在简单中体会深刻。他们不需要通过外在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有了坚定的自我认同。我有一位朋友是一名园丁，他照料的花园总是比其他人的更加生机勃勃。当我问他秘诀时，他说：“
没有秘诀，只是我把每一株植物都当作生命来对待。我会观察它们的需要，倾听它们的声音，给予它们最适合的照顾。这种与自然的深度连接，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他们能够超越表面的现象，感受到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规律。如果你周围有以上这些特征的朋友，一定要珍惜。只要你善待他，他就会善待你，而且他能够给到你的往往会超出你的预期。因为灵性高的人不是计较得失的人，他们给予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，就像太阳发光发热一样，不求回报。我曾经在一次困境中得到过这样一位朋友的帮助，当时我面临一个重要的决策，左右为难。这位朋友没有给我具体的建议，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现在80岁了，回头看这个决定，你会希望自己怎么选择？这个简单的问题瞬间让我豁然开朗。我意识到，从长远来看，那些暂时的得失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否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使命。这种超越当下、着眼长远的思考方式，正是灵性高的人的特质。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功利的时代，灵性高的人显得尤为珍贵。他们不随波逐流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，始终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力量。他们像灯塔一样，在黑暗中为他人指引方向，像清泉一样，在干涸的土地上带来生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具有这些特质，不要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困惑或孤独。你的独特之处正是你的价值所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，而那些能够保持内心纯净、勇敢面对挑战、深入思考生命本质的人，往往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请珍惜这份缘分。他们可能不是最会说话的人，不是最会社交的人，甚至不是最成功的人，但他们往往是最真实的人，最有内在力量的人。与这样的人相处，你会发现自己也变得更加纯净、勇敢和智慧。无论你是否是灵性高的人，都值得尝试培养这些品质，保持内心的纯净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深入思考生命的本质，保持举止的轻盈。这不仅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，也会让你成为那个能够照亮他人的人。正如罗莎·帕克斯所展示的那样，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纯净和勇气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中，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光芒，并用它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